大家好，我是工研院的魏振华，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工研院在 N-RAN 技术上的开发成果。那首先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自己是在台湾大学毕业，然后主要的工作范围都在电子电机、半导体领域。那最早是从事的是从4寸、6寸到8寸制程都有参与过。那主要的研究题目有 SOT N-RAN、磁性记忆体、功率半导体以及纳米太管电晶体的部分。那目前是在工研院电子所担任研发组长，同时也在台湾大学兼任教授。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大纲，主要有4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简单介绍工研院的 N-RAN 发展历程，接下来针对 N-RAN 相关技术去做介绍，主要分为2块，分别是 SOT 以及 STT N-RAN。第3个部分就是关于工研院开发 N-RAN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8寸后段制程线，最后是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工研院在 N-RAN 的发展上呢，大概是从2002开始，一直从第一代的 Field-Right N-RAN 到第2代的 STT N-RAN， 那其中当然从水平到垂直2部分都有。那其中水平的 STT N-RAN， 后来我们转为开发磁性感测器。那一直到2014年开始呢，工研院全力投入关于 SOT N-RAN 开发，主要有水平、垂直以及 VCA 的相关的技术。那当然，现在 N-RAN 来说呢，有2个，一个是现今各大厂量产的 STT N-RAN， 以及现在各大研究单位正在努力开发的下一世代更高效能的 SOT N-RAN。那 STT N-RAN 当然它的好处就是 1T1N 的结构，它有比较小的 cell size 以及比较小的 writing current， 所以可以让它真正切入到量产领域里面。但是最大区来说，它的读写是同一条路径，所以它有除了 real disturber 之外，它的 endurance 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后来才逐渐有人改用 SOT N-RAN 来做 N-RAN 的开发。SOT N-RAN 和 STT N-RAN 最大的差别呢，就在于它的读写路径是分离的，所以它可以用比较大的电流去写，可以达到更快速的写入机制。但是缺点它是一个3端点2个电晶体架构，它的cell size 比较大，目前来说写入电流稍微多一点，所以这就是接下来 SOT N-RAN 要努力开发的方向，就是降低 cell size。降低写入电流。那简单介绍完 N-RAN 技术呢，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真正介绍 N-RAN 平台介绍，我们就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是 PSTT N-RAN 的部分。那 PSTT N-RAN 部分呢，我们大概有4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纯粹 memory 的介绍，那这个部分我会很快介绍完，因为最早是 STT。现在都已经是国际大厂在投入开发了，工研院在纯 memory 这角度上会逐渐的开发稍微少一点，但是接下来3个项目就是除了纯 memory 以外的其他应用，包含 PUF、Neural Network 以及一些特殊的宽操纵温度的 N-RAN。那这一页就稍微给大家 summary 一下，就是工研院在 STT N-RAN 的一个相关成果。那工研院是利用我们等会最后会介绍的并制程，我们目前开发制程的 cell size 大概是50 nanoseconds 最低的 NTC cell size，MR ratio 大概100以上是可行的。那当然有很好的 RH、RV 的 switching curve。那我们也结合国内的晶圆代工厂协助我们制作前段的 CMOS 部分，工研院开发后段的 BEOL 的 NTJ 制程。完成1 megachip 的 demonstration， 以及10的10次方的 cycling 的测试结果。那当然，除了标准 memory 之外呢，工研院开发几个项目中，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PUF， 就是物理不可复制的密码技术。那 PUF 最主要用 N-RAN 来做呢，它有很多的好处，它是非常单纯的 2 binary state。它的资料可以存在里面，它是 non-volatile memory， 然后它的非可预测性非常大，而且它是可以跟 CMOS 制程整合。譬如说，现在 STT N-RAN 常见的制程就是在22奈米，
甚至连16奈米逐渐有人提出。那这是工研院所完成的一个 demo 系统，我们就是用工研院的 STT Enrun， 然后完成了从电路、从元件测试、从系统整合以及 demo 版制作。那我们最终做出来的结果可以达到我们的 rendering 时和大概是50% 上下，然后 Hamming distance 不管是 inter-chip 或 intra-chip 也是在50% 以下。那相关结果也在2年前的一个会议上发表。那用 Enrun 做 PUF， 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Enrun 的 Enrun memory block 里面切出一小块，藉由不同电路设计达成 PUF 功能，所以这是对于 Enrun 的未来价值是非常有利的。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AI 相关技术。那当然 ，Enrun 在 CI 的部分也是有非常多人在开发，我就不在这边特别说明。那我们是针对说所谓的用 Enrun 的概念来做成 Neural Network。那我们在2020年跟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合作，开发了 All-Spin Spider Network， 然后用 STT Enrun 来完成。那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介绍，从 Neural System 到 Single Device 到Memory Mechanic 都是可以顺利的发展出来。那相关的成果，因为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我就不在这边详细的一一说明，详细的内容会在我们论文上介绍。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呢，当现在量子时代，很多需要低温的记忆体用在我们的量子低温系统上面，所以我们开发就是超宽工作 range 的 STT Enrun， 可以从4K 到400K 都顺利可以操作。那最主要呢，我们是用新的材料，我们把我们的 insert layer 从传统的 TA 或是 MO 或是 Tungsten， 把它换成 NG 镁这个材料在 free layer 里面，可以大幅提高它的操作 margin， 让它的操作 margin 可以稳定的维持在4K 或6.5K， 可以有一定的操作 margin， 让这个 device 可以真正可以操作。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从右边图来看，我们的元件可以 cycle 到10^11次方，不管是从4K 到400K。那左边来看呢，我们的 delta 就热稳定系数也可以稳定的超过大于45。所以这个结果代表说，我们的记忆体是有机会从低温到室温，都可以利用 NG insert layer 来改善 STT Enrun 的一些翻转特性以及一些稳定度特性。那相关的成果呢，也是发表在今年的 VLSI 会议上面。那当然，前面的 STT Enrun 这部分会介绍比较快，因为就像我说的 ，STT Enrun 现在已经是标准的业界制程。所以说呢，工研院在这方面的投入会比较朝向一些特用化的一些应用来做。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就是 SOT Enrun。SOT Enrun 虽然从2014年就开始开发，但它制程整个元件设计来说都还有很大的挑战性在里面。所以工研院在里面投入了非常多资源，开发了不同的 Enrun 技术 ，SOT Enrun 技术。那我这边就今天会跟大家介绍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each的 SOT Cell 和 Array 的 baseline， 那第二个就是改版的 High Performance 8KB SOT Array， 第三个就是说呢，为了改善 SOT 的一些写入效能，我们开发一个新的 SOT Channel Material 在我们的元件上应用，以及把 SOT Array 上做整合。那这是一个each的 baseline NT SOT Array，each的第一个 demo 真正 function 的 SOT Enrun 是在2017年，是用所谓的 step structure， 就是我们 free layer 10颗到 NGO 为止。那后来我们也开发的就是一般比较常见的，就 H through structure 10颗到下面的写入电极，譬如说以我们这边所写的 TA 为制程。那目前来说呢，这2种制程在我们工研院里面都还是有在使用。2个制程有各自的优缺点。Step structure 因为它可以10颗到 NGO 就停住，
所以它下面的写入电极的控制就会比较容易。那 H16 structure 呢，它整个上面的 free layer、pin layer 都被吃完，只停在写入电极上，所以它的 cell size 比较小，翻转的一致性会比较好，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应用范围上。那当然，我们的 SOT 的整个 wafer 的 performance 呢，这是一个我们针对工业院一个8寸 wafer 所秀出来的一个完整特性。第一个，我们的 RH loop 大 MRH 大于100是标准值。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50甚至更高都有机会。那我们 channel resistance 小于250欧姆，因为 channel resistance 会关系到元件的写入能耗，所以电阻小，但是又不会坏掉，这是一个重要参数。那当然，真正做的元件是 RJ loop， 我们有很完整的 RJ loop， 翻转电流密度大概是在40到50 megaamp/cm 平方。那当然，整个 wafer 的元件的统计图是右下角两图，可以看到整个 wafer 有蛮明确的翻转特性的统计结果。那当然，我们做 SOT Enrun 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说它比较稳定，所以理论上可以针对车用或一些高温应用来做测试。所以说，我们也针对我们的高温特性来做分析。我们的元件可以操作在220度 C， 然后呢，switching current 当然随着温度越高，元件的翻转电流会降低，但是它的 NR ratio 也会随之降低。这个就是一般标准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大概是在4年前，2018年的 EDL 上发表。那当然，我们因为工研院做的技术并不单纯只是纯技术，而是要跟国内外的产业界去晶圆厂去做接轨。所以说呢，我们除了做单颗好之外，我们还是需要整个 wafer 的特性也是好。所以我们针对整个 wafer 的特性来做一些统计分布。那顺便针对我们2个制程，一个是布接型的 step structure， 一个是 H1 through 或是有些写成 trench structure 来做。我们看到说2个制程的均匀分布性都在相同的范围之内。不过呢，以我们目前的初步的结果来说 ，trench structure 或者 H1 through structure 它 NR ratio 稍微比 step structure 来稍微高一点，但是呢 ，step structure 它的分布中间的集中度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这2个有各自上的差别。那当然完成 single device 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 SOT 元件去做 array。那这是我们工研院第一版真正第一个function work 的 SOT array， 一个8KB 的 SOT array。那我们是一个很简单，就8个 1KB 的block 把它组合成一个8KB array。那这是我们的元件的上视图、layout 上视图、电路图以及我们的元件的 cross-section 剖面图。那这是我们的元件的测试结果。那我们当然有分2个部分，左边呢是针对 full SOT array 的 array 里面 device 的特性做统计。我们的读写电流都是非常低。那当然这是我们第一版。我们的 cell 的阻值稍微偏高，所以这个也是高，也是有好处，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小的写入读取电流。那右边的图呢，就是我们的 single SOT NTJ cell。那这个跟前面不一样，这是一个传式的接在上面的 2T1N 的 single cell。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写入电流大约还是在3到4个 milliampere 这个范围。那这是当第一版就该提到说，第一个我们写入电流稍微多了一点，第2个是我们元件的驻值比较高，所以让我们的元件 cell 的电流比较小。那第3个是前面一页呢，我们的 cell 是比较大颗的，所以为了改善我们的元件的写入特性，包含电流速度以及可靠度，我们有跟国内的厂商 TSMC 合作，开发了第2版的8KB SOT array。那基本上元件 cell structure 是一样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 cell size 缩小，从大概240 nanometer 缩小到75 nanometer。那当然由
右下角都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好的 HN Star button electrode 就写入电极上。因为如果这个控制不好，写入电极被吃得太薄，你的元件第一个你的电阻就变大，你的写入电压会变大；第二个你的元件测 reliability 测试或测 endurance 测试的时候，你的可靠度就会测不过。那当然，我们在这篇跟这边合作 paper 上，第一个就开发是我们用 tungsten base 的一个非常 high efficient 的 SOT 写入 channel， 它的 spin hole angle 可以到达 0.6， 这是在 tungsten base 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开发的 tungsten base 合金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特殊组成，让我们的维持在 beta phase 可以从35安宠到60安宠，都可以维持在很稳定的贝塔 phase， 而且整个电阻值会比单纯的贝塔 phase 还要小。那这个还是该提到说，你电阻值小，你的写入电压才可以小，跟未来的先进制程电路整合才有机会。那接下来就是针对 SOT cell 本身的测试，我们分为 single device 在右边以及在左边的Full 8KB 的测试。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元件在 Full KB 就是完整的 8KB 轮里面，我们可以测到 pulse width 在1个 nanosecond 下可以稳定的操作，写入电流的密度大概是60几。但是呢，我们在 single device 的测试呢，我们可以测试到0.4 nanosecond 的测试。那当然，随着写入的 pulse 越来越短，我们可以看到图，在小于1个 nanosecond 之后，我们的 pulse 电流密度会急剧的增长。那其次呢，我们这个 SOT， 因为 SOT 的卖点最主要跟 STT 比起来，它主要的进步性有2个方面，一个是速度，我们刚才前面 demo 到可以到0.4个 nanosecond， 一个就是 endurance。那这是在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秀出来我们的 high endurance， 我们可以读写到7乘10的12次方 cycle， 我们的元件的 RA 就是 RP、RAP、RB 就是我们的平行态、反平行态以及我们写入电极，都是维持的跟原来是一样。那右边这个图呢，当然我们说，我们经过7乘10的12次方读写测试之后，我们 loop 虽然可以测到电阻，但你的 loop 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就是有些材料的磁斗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由右边的图也看出来说，我们的 solution curve 基本上在没有写入10的8次方、10的10次方、10的12次方，基本上 loop 是基本上可以算是完全重合的。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元件是非常的 high endurance。那最后在 SOT 这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开发。那当然，除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就是 tungsten 电极可以增加我们的写入效率之外，我们也尝试说引入一些新的 SOT channel 材料，来改变我们 SOT 的特性。那我们第一个尝试的就是利用我们的 PTNN 就反铁磁材料 ，PTNN 白金锰这个材料，把它放在我们的 SOT channel 之上，借由薄薄的 PTNN 材料来改变我们的元件的一些的 exchange bias， 来改变它的整个的磁的翻转特性。那我们由左边图可以看到，最上面是没有 PTNN， 我们的 solution curve、solution probability 是一个非常对称的图形。但是如果说我们加入 PTNN 以及给它一个写入电流 pre-treat 之后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loop 加正电流可以让它往右边偏移，加负电流可以把它往左边偏移。就我们 solution probability 是一个非对称，而且可以借由前驱的制程来做控制。那这个成果也发表在今年的台湾的 VLSI TSA 会议上面。那当然，我们当初引入 PTNN 呢，最主要是希望说，借由它的热稳定性，可以把我们 free layer 把它紧紧抓住；借由它的 exchange bias， 让我们的写入电极跟 free layer 抓得比较更紧，让我们的元件热稳定度可以增加。
那我们做出来结果是可以看到，我们热稳定系数带有2倍以上的增长，从没有 PDNN 的带3级，到有 PDNN 带是大于70。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加了 PDNN 之后呢，血路特性并没有很明确的衰退。当然，如果你厚度加太多，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干扰。但如果没有加到很厚的 PTN 的时候，它的 switching 特性呢，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加入一个薄层 PTN， 可以得到一个 high thermal stability 的元件。OK， 那所以说呢，我们工研院的 SOT 理论部分大概就3块，就是 baseline、upgrade 版以及我们的新材料版。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要再继续开发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它更快、更小电流、更高热稳定，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当然，要实现我们的 Enray 的开发，我们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制程，可以让我们做出来。那当然，半导体制程线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贵而且非常专业的，那尤其是前段电晶体的部分。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就是，工研院开发所有的 SOT 技术呢，前段电晶体部分都委由台湾的非常强大的晶圆代工厂来帮我们来下线，协助我们完成前段的 transistor 以及 metal 前段的部分 metal 制程，然后之后呢，再回到工研院来完成后面的 NTJ、cell 以及后面的拉线制程，让我们可以在最小的投资以及最小的人力资源投入下，可以得到一个最佳的结果。所以说呢，我们工研院就针对 NTJ 相关的后段制程呢，我们有建立一个完整的 Enray 的线。那这是我们的E-tree 的标准的后段制程线。那可以看到，主要有 Litho、Thin Film、Annealing、Etching 以及电镀制程。因为工研院是铜制程，所以我们有铜电镀以及铜 CMP。那在黄光 Litho 制程就微影制程部分呢，工研院的有一台 DUV， 就是 Canon KRF 的248 DUV， 最小线宽大概是0.11 micron。那为了一些更小的 cell， 譬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50 nanosecond 的 cell， 我们是利用工研院的一台8寸的 E-beam Writing 制程，它最小的 cell size 稳定的可以到达50 nanometer，30 nanometer 是一个极限值，可以做，但是不大稳定。所以以我们工研院是要开发可以量产、可以跟业界携手合作技术来看，我们通常是以50 nanometer 作为我们的开发的极限。那接下来当然薄膜蚀刻高温制程，这个就是标准的部分。那其中有四个机器被我用红框框起来的，这就是工研院专属的 Enray 磁元件相关的设备，包含了薄膜部分，我们一台 Aneva 的8寸 Enray PVD， 里面有2个 chamber， 总共可以放10个磁性靶材，针对我们的 Enray 的不同的材料需求，可以镀出非常高品质的微粉。那另外呢，在蚀刻部分呢，我们有2台，一台是 Aneva 的8寸的 R1 制程，那另外一台就是一个8寸的 IB 系统。那这边讲系统，是因为它是一台 ICP 加 IB 加 PECVD 的整合系统，它可以利用纯 IB 蚀刻或是 ICP 加 IB 蚀刻方式来完成 NTJ 的蚀刻以及 sidewall clean。那最后我们可以以吸取方式 cap 上 PECVD。那因为我们做的是有开发水平的 Enray 以及水平的磁感测器，所以我们有一台高磁场的高温回火炉。那它这个高磁场高温回火炉可以提供1 Tesla 的高磁场，在高温退火复。那在测试部分呢，我们测试部分有非常多的投入。在薄膜部分，我们最主要是靠2台，一台是磁性的 VSN， 它是一个需要破片可以量到磁特性。另外一方面呢，工研在2019年引进了 CIPD， 就 Kebras CIPD 机台，它可以针对我们的 Thin Film level 就可以得到我们 TNR， 就这个 Thin Film 理论上的 MR 值是多少。那当然，元件开发就是以这个数字为理论值去做开发。
那当然我们今天简报上没有做个对照表，但是依照工研院开发的制程结果，当我们一个元件开发到调找制程最佳化的时候呢，我们的元件量到的 MR 值就会跟我们需费量到 NR 值几乎是重叠，所以表示说这个机台的所提供的 TNR 数字是可信可参考的。那当然这个机台不只是8寸，12寸也可以做。那因为我们工研院是开发磁性元件，所以我们元件测试的需求量非常高，所以我们有3台 WAT 系统针对磁性元件来做测试，2台是纯8寸的系统，分别一台是具有 in-plane 的磁场，一台具有 perpendicular 的磁场，另外有一台是82寸公用机台。那这台机台就具有所谓的3D 磁场，它可以提供 x、y、z 以及三度空间上 x、y、z 任何一点方向的磁场，可以做我们元件的测试，不管是 RH、RV、endurance、retention、efficiency 以及 WER 都可以由这3个机台提供我们非常多的数据。那最后是我们今天的报告的结论。工研院到今年为止，至少工研院已经投入 Enrun 已经20年了。那20年中呢，工研院开发了各式各样的 Enrun 的元件，以及开发了各式各样的 Enrun 的磁性多层膜，所以我们非常好的成果，从 STT、SOT， 甚至一些应用，譬如说是 neural network 以及 sensor 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工研院已经 set up 一个针对新的技术。工研院已经 set up 一个 SOT Enrun 的 baseline， 而且可以提供一个快而且 stable 的 SOT Enrun chip， 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共同合作的研发单位，包含学校、包含台湾的客户以及海外的客户。那今天我介绍最好是以制程为主，但工研院除了制程之外，我们有设计 team， 譬如说我们的 SOT chip 以及我们的 ST chip。都是由工研院我们单位里面的 chip 设计体设计出来，所以我们有完整的从设计、从制程、从测试以及一些 Enrun 的关键制程、磁性多层膜、磁性蚀刻机台的开发。然后最主要呢，工研院是一个研发单位，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客户或者合作单位的需求，我们可以针对各式各样多层去把它客制化。这是我们工研院非常有自信，就是说。只要有想法，我们都可以把需费给它客制化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借我们的完善的制程开发团队，可以完成我们的元件测试以及元件制作。最后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